美国可以禁用华为，而中国不能禁用美光。白宫向世界演绎无耻的底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中国政府宣布，美国存储巨头美光未能通过安全审核，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的本土公司从美光科技采购存储芯片。要注意，这个制裁不包括消费领域。看起来，中国对美国非常克制的一次反击，而且呢，与美国禁用华为时的理由完全一样，保护国家安全。但是对骄横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按照美光公司的做法，其向中国总部公司的直接和间接销售的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1/4。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发动制裁方面，既然美国能干，中国也可以干。但是随后，拜登政府向全世界演绎了无耻的底线。早在中国公布调查美光之时，拜登政府先给韩国人打了预防针。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与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应对中国的行动造成的存储芯片市场的扭曲，要求尹锡悦政府不得让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填补美光留下的市场空白。现在考验韩国人的时候到了。当然，韩国人最好听从美国的指示，将这些市场留给中国企业，拒绝把美光的市场份额让给韩国，这本身就突破了国际关系的底线。但是比起白宫对中国禁止美光的指责来说，又显得微不足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公然指责中国是未履行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承诺。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美国人的逻辑：第一，美国可以有国家安全担忧，但是中国不可以有；第二，美国人认为中方这一行动不符合中国对企业开放并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说法，但是忘了美国此前也明确说过要对商业开放。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中国宣布建立透明监管框架，就不能禁用美光。美国则完全不同，可以在商业开放的原则下禁用华为。第三，中国禁用美光是胁迫，而美国禁用华为则是所谓出于国家安全。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竞争力。米勒随后还强调，在美国有在中国所不存在的东西，法治在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商务部正在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要求中方解释清楚。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 G7 公报上关于反对经济胁迫的说法，以及美国协调盟友避免高端芯片被用于解放军现代化的说辞，拜登政府似乎一次次地用撒谎和欺骗在向世界演绎无耻的底线，把其他国家当成傻子，或者说是把西方盟友当傻子。当然，拜登政府的行动在别人眼中也就是个傻子。中国这次反击美光力度非常智慧，一是只涉及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行业，说明我们真的拿到了美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证据，为未来打舆论战奠定了基础。毕竟美光与美军有着特殊的关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是实打实的威胁。第二，中国在存储芯片生产技术领域获得突破之后，再对美国的企业进行制裁，为国内企业送上了大礼包。第三，利用有限度的一次反击，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人的无耻。不过，预料中国的反击美国芯片战争的问题上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中国需要保持比美国更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美国大张旗鼓地制裁华为，先对中国发动芯片战争，中国的反击是有理有利有节。因为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因为拥有芯片市场，中国就有条件培育出世界级的芯片企业，最终让美国芯片巨头欲哭无泪。对于美光这个推动对华制裁、坏事做绝的企业来说，以后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企业的崛起才是美光的真正噩梦。中国政府只不过是在关键的时刻推了一把而已。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